大部分的罕见病都是由于基因缺陷所致。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疗法，30%患有罕见病的儿童会在5岁之内死亡。1968年，美国科学家迈克尔·布莱泽首次提出基因疗法的概念。随后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让人们愈发看到通过基因疗法治愈罕见病的希望。我现在要去一位年多糖患儿的家里，他的名字叫悠悠，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基因治疗机构的创办人之一。可佳您好，你好，应该是悠悠，挺开心的。啊，对，唱歌跳舞的他都喜欢。1岁的时候嘛，他就会看书的，而且从来不会拿到，就他能看得懂。但是他慢慢的，大概到2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只能一直停留在说2个字，然后再慢慢往后就不会说了。那就是几岁的时候发现的？大概2岁7个月的时候。即使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些那个资料，但是几乎就没有有关他治疗啊，怎么去治疗，怎么去预防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护理，就没有任何的资料。最让人绝望跟无助就是医生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可能这一生也不见得见过悠悠这样的孩子。悠悠所患的是年多糖3A 型筑基症，是由于基因缺陷导致体内一种酶的缺失，进而导致大脑退化。这种疾病的患儿寿命普遍在5到10岁之间。10岁以后，吞咽功能就会失去，孩子打屁，行动能力也没有了。你那么淘气，楼下不找你了？觉得挺残忍的。对于这种孩子来说，他失去一种功能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害怕。这个玩具他很喜欢玩，然后突然发现这一天他就不会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他1岁多的时候，对照片，因为基因治疗现在国外他已经治好了那么多孩子，所以我看到一些希望的时候，就觉得你有奋斗的动力了。基因治疗的原理是将携带有正常基因的病毒打进人体细胞内，用以替换掉原本错误的基因，以达到从根源上阻断基因异常引起的疾病。悠悠的妈妈在2014年与吴小兵教授一起成立了瑞希研究所，这也是全中国第一家针对罕见病基因治疗研究的民办非营利机构。我来到了北京的一个基因治疗论坛，想要了解一下基因治疗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这个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如果真正要生产可以供临床用的药品的时候，那么这个资金支持就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了。这个我多说几句啊。这个3年前呢，我当时要做孤儿药的时候，就没人愿意投资。但针对中国的市场，其实是非常难的，医保是不大可能报的，所以他们做的这么艰难。那现在这个整个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中国这个在罕见病的这个药物研发上面起步应该是晚不少，比较火的还是 CAR-T 这样治疗肿瘤的，全国一下就有300家这样的来做 CAR-T 的，投入到罕见病研究的应该是说，按我的保守估计应该不足10家吧。由于资金的不足，基因治疗难以推进。目前，罕见病患者家庭和组织成为了推动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研究的主要力量。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 DMD 的一个药又被 FDA 拒，对吧 ？PTC 他们公司那个，但是唯一投赞成票的是患者，9票专家是反对的，1票赞成的是患者。这个外研审条约也是一样的，对吧？是没药。因为我们患者来讲，实际上医生你就做科研再做的再好，你都需要人体的实验。那我作为患者，我希望我有那个时间，我有那个机会去参与。如果成功的话，我可以活得更好；如果失败的话，我牺牲我自己也不是白牺牲，因为我后面有一大批的人等待着。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1999年，一位18岁男孩杰西在美国宾州大学参加一项基因治疗临床实验时，因为细胞因子风暴而不幸去世。杰西的死亡一度使整个基因治疗领域陷入低谷。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基因疗法的安全性问题。那现在这个研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呢？现在呢，我们是在动物模型上面呢正在开展实验，制备符合用在人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制品，然后还要联系临床医院，在医院里头，它要有伦理委员会，还一起来探讨，最后拿到批准的批件。其实它实施的困难是在于这条路比较漫长，而且每一关都需要克服。但是我想您应该也接触了很多这个病人的家属，应该他们也等得挺着急的吧？其实要设身处地嘛，作为一个患者的家长啊，他可能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说，医生你给我治吧，就说孩子出了问题，我不会怪你的。你们有考虑在做这个药物批准之前，能够直接实验室对他的孩子用药？没有考虑过直接从实验室给孩子用药，没有考虑过。最后咱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讨论半天，啥时候才能研制还是怎么地呀？咱们这个病现在在国外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临床实验阶段你是不能够用钱去购买它的药品的。究竟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现在真的是不好说。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很有可能的。可能你也了解到，就是现在基因治疗对于这一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说我们现在选择先做骨髓移植。我们不想痛苦的去接受，就是说有一天真的有新的那个技术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不行了啊，那个其实是最痛苦的。所以说我们还不如现在就是比如说像悠悠这个例子，你们对他的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悠悠这个病实际上他可能赶不上治疗的时期了，因为他的这个年龄和他现在受到的损害，他是很难用基因治疗逆转的。实际上悠悠的母亲她更多的是因为孩子的这个病想推动整个社会对这个病的进展。看这边啊，看这边，来，她非常知道她目前面临的这种事实。哎呀，妈妈给你照一个，妈妈就想了哈，我宝贝儿，那长相这么好看呢，下一个。我去尝试一下，我哪怕还有1%的、2%，甚至50%的希望，我觉得这些我最起码还有希望。我要在这儿等的话，结局就是100%是那样子的，孩子不能吞咽了，不能走路了，我接受不了。爸爸最优雅。如果孩子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永远这样陪伴着我，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